要不要和我一起殉情？姑娘，你长得那么漂亮，老头说我来的匆忙，没有打扮。不如你等我回去打扮再来哦。不许走，说你爱我，会陪着我。大妹子，我今年算命，大师说我300年内不能近女色，否则呀会给对方带来霉运。骗子，男人都是骗子。我啷个可能骗你呢？我只爱你一个人，我操，我被那个怪谈控制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去死，一起跳下去吧。当然可以。亲爱的，你真好。美女，我想插个队。1年前，世界彻底失去了白昼，无数的怪谈伴随着黑暗降临。而人类发现了一些具备上瘾，这些魂玉可以帮助他们觉醒，成为不同等级的驱邪师。世界秩序发生演变，驱邪师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职业，被各大财团所追捧。青瑶，你看，这就是我家祖传的魂玉，我会在1周后的驱邪师大会上崭露头角。只要你愿意嫁给我。安然，没想到你真的傻乎乎拿着魂玉来求婚了呀！沈清瑶，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蠢货，你还有2万5。驱邪师可是全球最高贵的职业，凭什么你可以成为驱邪师，而我只能成为你的附庸？果然是 A 级魂玉哦！恭喜青瑶姐成为尊贵的 A 级驱邪师。1周后的全球驱邪考核将会选拔出1名最具潜力的驱邪师，我沈清瑶将会用你的魂玉成为最具潜力的驱邪师，你就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一步步走向这个怪谈世界的巅峰。请将钞票放入点钞口。不好，这里竟然有怪谈，我的觉醒还没完成，先撤退。请将钞票放入点钞口，请将钞票放入点钞口。贱人，我若是能活着离开，几天后就算鱼死网破，也要让你付出代价。不错，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邪神系统觉醒成功。姓名安然，当前职业邪神，当前生命形态未孵化。怪谈乃是未知而恐怖的规则生物，人类驱邪师需团队协作方可应对，但在更高维度有一种神秘的生物凌驾于怪谈之上，邪神，它以怪谈为食，超乎世间常理认知，宿主每一级进化都可解锁强大的邪神能力。检测到实物信息，新手引导任务激活，请宿主小试牛刀，成功吞噬当前怪谈，是否抽取新手大礼包？抽取。你已获得能力，试用版能力邪神气息。检测到食物，是否捕食？等等再吃，妈的，刚才差点被这货杀了。抓我吗？再伸出来胳膊呀，手给你打折。钱！1周后的驱邪师大会报名要100万，不够，得加钱。你一台机器肚子就这么大，你怎么装得下满屋子的钞票？这么多钱，我可怎么带走啊？等等，这他妈也叫钱？
竟然敢欺骗老子的感情！你知不知道，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造假必是要判死刑的。杀了他！恭喜自主完成新手教程，完成邪神第一次捕食，奖励永久版能力邪神气息。当前生命形态未孵化。邪神为更高维度生物，每一级别都可吞噬更高级别的怪谈生物。请在吞噬一名怪谈生物完成孵化，宿主孵化后进入幼态邪神，可吞噬一切 S 级怪谈生物。邪神不愧是更高维度的生命形态，1周后的驱邪考核将会应对 S 级的怪谈，我必须在这之前完成孵化。检测到怪谈食物，只需再吞噬一次便可完成孵化及进化，请问是否前往？沈清瑶，你想在驱邪考核中一飞冲天，崭露头角，那就得看我这个邪神答不答应。一路上一个怪谈都没有遇到，看来他们都在羽翼避人。怪谈降临后，我有多久没有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在夜间了？这就是高维度生命形态的优势吗？这是午夜护光怪谈。崔大师，您可是驱邪师协会的 A 级强者，100万我已经打到了您卡上，您可要保护我啊！那是自然，一个小小的怪谈，它的规则老夫早就摸清楚了。嘿嘿，100万，那钱赚的也太轻松了。有人？又来一个送死的！崔大师，你可说了要保护我啊！没得令人，你不是驱邪师？不是。检测到特殊体质，老崔60岁 ，A 级驱邪师。这老头有点东西啊，这种体质竟然能活到现在。小子，那个怪谈已经死了数拨人，非比寻常。老夫不管你是啷个误打误撞进来的，但既然不是驱邪师，就乖乖躲在后面，莫影响老夫驱邪。以老夫的等级，怪谈根本不可能出现。只要用令人保持光明3个小时，怪谈自动就会改除。令人点火。A 级怪谈。糟了，怪谈啷个还是出现了呀？难道说怪谈杀了受捕人以后，即将突破 A 级怪谈，要成为 S 级了？这怎么可能啊！崔大师，您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怎么办？难道我要死了？马上有突破的 S 级的怪谈，有趣。若是以前我看到只会恐惧，但进化生命维度后，我竟然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饥饿。是，我感觉到有东西要摸我啊！莫慌，老子还有手段，小崽子，别妨碍老夫。孽障！这个怪谈这么弱，一照就消失。检测到食物信息。嘿，就晓得没得那个简单。幸好老子还有一个。老子日理仙人板板，老夫可是 A 级驱邪师，那啷个可能呢？完成引导任务后，奖励的邪神气息进阶到永久版，对怪谈的震慑威力变得更强。看来即便没有孵化，在 S 级以下的任何怪谈都可降为碾压。你过来还是我过去？你不乖呀！食物信息消失。这是他的怪谈规则吗？只有黑暗中他才会出现。崔大师，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啥子事儿嘛？麻烦你把蜡烛灭了。不要命了，小崽子，你找什么拉着我噻？老子还没火够嘞！灭了。
我的个亲娘嘞！那小子是个啥来头嘛？啷个比 A 级怪谈还要恐怖啊？检测到食物信息。果然如此，回来了，等你好久了，老弟。食物信息消失。老崔，不是我呀！灭掉！不要妨碍我驱邪！我懂得切，我懂得切。我啷个感觉到那个怪藤在躲着那个小子？哎呀，不管了，保目标紧。崔，大哥，那我真的灭不掉啊！那就吃掉。明白明白。完成吞噬，邪神形态开始孵化，进化路线开启。当前宿主生命形态为幼态邪神，需要吞噬3个 S 级怪谈方可进化。奖励邪神能力远古投影。远古投影无论相隔多远，可将宿主的远古邪神意志转移到任何人类身上。怪谈气息没得了，等下，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他把 A 级怪谈吃了？当前生命形态幼态邪神。沈清瑶抢走我的魂玉，觉醒的只是 A 级。而我却可以随意吞噬 S 级怪谈，等我在驱邪考核中拿到唯一的通关名额。沈清瑶，让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听说驱邪师大会的报名费要300万。大哥，莫吃我！据本市最新觉醒的 A 级驱邪师沈清瑶介绍，他刚刚成立了一支 A 级驱邪师小队，在本次驱邪考核中秒杀所有 A 级怪谈，即便遇到 S 级怪谈也有如战之力，为此次考核最强黑马。秒杀 A 级怪谈的驱邪者小队。沈清瑶，我很期待你见到我这个老朋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大哥，你说来我家跟我商量事情，请问是啥子事嘛？刚才的富二代请你驱邪，付了多少钱？100万，交出来。大哥，那算不算入室抢劫哟？老夫绝对不是怕了，只是那个小子太过邪门了。对了，大哥，你要钱做啥子？咱家几天后的驱邪师大会，你要参加呀？不过报名费快要300万。你钱够没？那再给我200万。等下大哥，电视里可是说了，那次考核驱邪怪谈可是 S 级哦，所以一些 A 级驱邪师开始组成驱邪小队，连驱邪师都没觉醒啊 ！A 级驱邪师很了不起吗？你是什么等级？不是我吹哦，老夫虽然只是一个 A 级驱邪师，但在整个驱邪师协会中，老夫乃是 A 级最强。想要跟老夫组队的人还得排队。大哥，你虽然有点手段，但考核的毕竟是 S 级怪谈。我操！身为 A 级驱邪师的我，那个感觉令人被锁定了一般呐、难道他的实力在 S 级以上 ？S 级怪谈，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沈清瑶，哼！无关人员全都散开！喂，你们听说了没？这里出现的可是 S 级怪谈，里面的怪谈杀了数千名民众。可是连环怪谈，治安局第一时间就监控了阳城所有公交站呢。不愧是由驱邪师协会组织的活动，竟然能动用到官方力量维持秩序。我一定要拿到这次考核的唯一名额，成为世间最强。诸位，考核开启之前，我有几句话说：驱邪不光是享受世间权利那么简单，想要成为人上人，就要拿出你们的命以身入局。这次的怪谈可是 S 级，若是实力太差的，现在马上退出。没有灵能，怎么还有普通人报名？怪谈不是儿戏，考核中危机四伏，现在退出还有机会。一群杂鱼！会长大人说的没错，这可是 S 级怪谈，对于你们来说可是生死危机，但对我沈清瑶的小队来说却是几率。好了，这次的怪谈十分危险，你们速自行组队。记住，连驱邪师都没觉醒的普通人就不要添乱。至于其余的驱邪师，祝你们好运。这次考核的竟然是 S 级怪谈，小命要紧。就算是 A 级驱邪师想要通关，也难上加难。
哎，可惜了。通关。哼，听起来这个驱邪考核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很多。等一下。沈大师，我虽然只是 B 级驱邪师，但我的能力是金钟罩。怪谈出现，我可以充当队伍的肉盾，吸引怪谈火力。沈大师，我的能力是灵视，可以看到怪谈的活动轨迹，让我加入吧。不错，你们很有养分，知道我的驱邪小队是在场最强的。不过嘛，一群废物，我的队伍根本不。安然，你还没死？托你的福，我好得很。你的腿好了，但你只是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竟然还出现在了这里。哼，安然，你该不会是对我还不死心，还想再求一次婚吧？安然，你以为追到这里，青瑶姐就会接受你？可怜虫，你还不懂吗？现在的青瑶姐已经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没错，何止现在，这次驱邪考核可是 S 级连环怪谈，被全球财阀关注。只要我成功通关，财团选中，拥有享受不完的资源，将来成为 S 级驱邪师都不在话下。抱歉，恐怕这次被仰望的人不是你，而是我。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连驱邪师都不是，就想参加这次 S 级怪谈吧？谁说只有驱邪师可以参加？还是说，你觉得驱邪师在我眼里很强吗？安然，你是不是脑子在前几天坏掉了？你知道驱邪师在当今时代有多么强大吗？只要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来磕100个响头，我可以大发慈悲让你加入我的驱邪师小队，带你进入考核见见世面。这个小子知道我所有的秘密，只要进入怪谈杀了他，我的黑料便无人知道。沈大师的驱邪小队可是这次最强的，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竟能得到沈大师的青睐？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小子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他连驱邪师都不是，凭什么加入？这不是进去后给沈大师拖后腿吗？沈大师，我愿意出1000万来购买这小子的资格。注意！我有个更好的建议，沈清扬，你地上的这口痰舔干净，我可以大发慈悲让你活着从考核中出来。臭小子，这是挑衅！一个连驱邪师都不是的废物而已，你以为进了怪谈后能挺过1分钟吗？没错，这个是 S 级怪谈考核。别说你个废物，就人1级驱邪师，没有青瑶姐的带领，谁敢上当通关？安然，你别给脸不要脸！没有我的驱邪小队保护，你在怪谈里只会沦为那些怪物的食物。食物？说起怪谈，我好像感觉到有点饿。好，我倒要看看你个连驱邪师都没觉醒的废物，怎么参加这次考核。诸位，我安然在这里同样向各位抛出橄榄枝，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我的驱邪小队，那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次驱邪考核定会顺利通关。一个连驱邪师都没觉醒的废物，就凭你，谁会脑子抽了跟你组队？就是啊，一个废物竟然在这里说梦话。废物就是废物，愚蠢的让人可笑啊！诸位看好了，我念及就已经给过他机会了，可他呢不中用啊。要是真的有驱邪师愿意跟他组队的话，我沈清瑶把话放在这里，我愿意把地上这口痰骗得一干二净。我愿意跟安大师组队。谁呀？谁呀？谁？这是驱邪师协会有名的崔大师，阳城最强 A 级驱邪师崔大师。驱邪师很了不起吗？就是那部奇袭出现后，怪谈被轻易吞噬。难道我昨晚看到的不是幻觉？你真的可以？S 级怪谈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你崔大师，竟然是他！是他。崔大师，
崔大师，这个安然就是一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废物，你和他组队，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个刚刚觉醒的驱邪师也配叫老夫做事？我晓得现在的请求有些冒昧，但是求求你了，请您和我一起组队参加考核。什么？绝对不可能！协会中最强的 A 级驱邪大师，竟然低声下气的恳求这个废物安然。我是不是看到幻觉？这小子明明没有觉醒，凭什么让崔大师低下头颅？这小子出门一定踩了狗屎！我明白了，听说崔大师虽然为 A 级最强，但至今没有和人组队，他只是想让安然进入后吸引怪谈火力，当个替死鬼。崔大师，您不必多此一举，不如您加入我的驱邪小队。我在此诚挚的邀请您，只要有您的加入，这次怪谈考核我们一定会轻松通关。大哥，求求你了！态度不错，你可以加入。都下跪了！难道崔大师还没有进入怪谈，就被邪异生物附身了吗？这个老崔竟然要和一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废物组队驱邪，他是不是疯了？我听说那个 A 级驱邪师沈清瑶的觉醒和这个废物普通人有关，难道老崔是为了帮这个普通人找回场子的刻意之举？ S 级怪谈非同小可，而且这次驱邪考核可是被全球顶级财团关注着结果。老崔带着这个废物拖油瓶，这不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吗？胡闹，简直胡闹！既然真的和这个废物组队，这个崔大师肯定疯了。小声点，崔大师可是在场所有人里的最强，你不要命了？安然，我明白了，难怪你刚才胆敢拒绝我的邀请，原来你是攀上了崔大师这样的强者。不过这可是 S 级怪谈，你以为靠着崔大师一个人就可以平安通关吗？平安通关我倒是不关心，我想在场所有人如果没有失忆的话，你是不是该履行你刚才的话，把我地上的口水舔干净？废物！就算有崔大师撑腰，你也别得寸进尺。强的是崔大师，跟你有几毛钱关系啊？等进去之后，老子第一个先宰了你！S 级怪谈的迷雾领域考核开启了。听说只要怪谈级别到了 S 级，就会形成未知领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已经不在阳城了。小队集合！大哥，咋子办嘛？那可是 S 级怪谈考核，你真的有把握没？把握 SS 级以下，我无敌。来喽！你看得见我吗？你看得见我吗？看得见吗？你看得见我吗？你看得见我吗？废话，老夫当然。这就是 S 级怪谈吗？这是怪谈生物的规则，掌握规则便可攻击它的弱点。安然，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你与我目前的差距。我要是你们，就不会过去送死。闭嘴！一个靠着崔大师才混进来的讨银狗，也敢在这里指点江山？就是一个连驱邪师都没觉醒的废物，装什么懂哥？青瑶姐驱邪的时候，你管好你的嘴巴。这帮蠢货，虽然看不懂安国到底啥子来路，但能吞噬怪谈生物，这样的能力我闻所未闻。光那一点，他就秒杀了世上所有的驱邪师。动手！解决了吗？哼，青瑶姐成了。你们看得见好吃，好吃！怪物去死！
关的怪谈就强到这种程度吗 ？S 级的连环怪谈比所有 A 级都要恐怖。完了，我们要死在这里了！退出！我要退出！不要吃我！检测到食物信息。新的进化任务激活，当前怪谈仅仅为第1形态，请将怪谈激怒到第2形态后完成吞噬进化。第2形态，我需要将这个怪谈激怒进入第2形态才可吞噬。老崔，你尿了？安国，你有没有带纸嘛？纸？糊资料了，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S 级怪谈，我感觉要被吓出屎了。我找找。不用了，我感觉我已经完事儿了。老崔，帮个忙，把他彻底激怒。阿麦提，你也看得见，你也看得见。老子老花眼看不见。伤到怪物了，崔大师牛啊！这就是最强 A 级，安然这个废物狗屎运，竟然能跟这样的强者组队。孽畜，你崔爷爷的头也敢吃？就知道你老小子藏着一手。安国，快来帮！我操！大伙儿，绞杀怪谈可是按照贡献来积累积分的，不要让崔大师一个人成功。这可是 S 级怪谈的奖励，大家加油！都看得见。第2形态，那玩意儿竟然还有第2种形态！哎呦！安国，你再不出手，老头儿我就凉了。检测到进化所需第2形态食物。邪神投影。安国，安爹，安爷爷！投影。追啊！怎么不追了？妈呀！这个人类驱邪师怎么比我见过的3S 级怪谈前辈还要恐怖？怎么可能？崔大师竟然能将 S 级怪谈吓得瑟瑟发抖，他难道根本不是 A 级驱邪师，而是 S 级？那个废物安然到底是什么狗屎运？我怎么感觉这个人类想吃我？别动！你没看见我吗？看不见，看不见！这怎么可能 ？S 级怪谈难道是想假装逃跑？安国真没骗我，就算是 S 级怪谈，见到安国都跟神子一样。安国到底是啥子存在哦？好爽哦！驱邪师面对怪谈，啥子时候能个装逼了哟？我的瞬移怎么用不出来？好可怕，好可怕！宝贝儿，你闻起来好香啊！我看不见，我真看不见！看不见跟我搭话。看不见，真看不见！吞噬任务完成。当前生命形态幼态邪神进度1/3，宿主只需再吞噬2次便可进化到成年邪神，解锁新的技能。刚才那个 SS 级怪谈被消灭了。没错，崔大师竟然恐怖如此，这可是 S 级怪谈啊！就连沈清瑶的驱邪小队也差点栽了，崔大师竟然一个人就碾压了。崔大师到底恐怖到了什么程度？安然，你只是一个连驱邪师都没觉醒的废物，能和崔大师这样神秘莫测的高手组队，你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
屎运。确实是狗屎运。哼，这次考核才刚刚开始，就算崔大师实力强悍，但接下来想要保住你这么一个废物，也难如登天。我们走着瞧。哎，别装了，再昏迷我就继续投影了。大国猛，实在太猛了！那可是 S 级怪探，大国的王八子气一出来，立马吓得要跑路啊！考核才刚刚开始，走吧。太爽了，实在太爽了！那就是躺赢的滋味吗？刚才安国竟然可以附身在我的身上，那样的能力闻所未闻。驱邪师职业在安国面前算个屁呀！那帮蠢货狗眼不识泰山。第一关结果出来了，阳城参与考核的驱邪师这边，一共在第一关折损了10名，并不意外。S 级连环怪谈的难度可是远超寻常 S 怪谈的级别。第一关积分最高者是谁？阳城这边，沈清瑶虽然是刚进阶的驱邪师，但他的小队集结了大批的 A 级驱邪师，恐怕是这个年轻人吧。会长，是一名叫安然的年轻人。第2名为 A 级驱邪师老崔。什么？那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废物是第1？这怎么可能？我明白了，这个老崔在进入考核前与那废物组队，肯定是老崔把自己的积分大部分让给了那个废物。胡闹，简直胡闹！青瑶姐，刚才的 S 级怪谈，我们一点积分都没有捞到。明明我们战斗的时间更多，前期我们才是主力。那个废物安然，就算他运气好，但击杀怪谈的积分是按照实际伤害计算。如果没有估计错的话，所有积分大部分被崔大师一个人领取，那个安然只是分到了少量罢了。妈的，这小子运气实在是好。诸位，大家已经看到了，驱邪考核的积分以最后的击杀来计算。崔大师表面为 A 级驱邪师，很有可能早已突破到了 S 级。若是公平竞争，倒也罢了。你是说，那个连觉醒都没有的废物安然？没错，这个废物什么都没有做，却作为崔大师的队友，分享着通关积分。若是传扬出去，我们这些驱邪师的脸往哪儿搁？没错，这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小队联合起来，接下来的怪谈一定更加恐怖。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共同拿到积分。好主意！只要大家联合起来，就算崔大师是 S 级驱邪师，也难以拿到积分。齐心协力，去拿积分！安然，你有崔大师作为靠山，而我能联合起来所有阳城驱邪师。我看下一回到底是谁让谁好看。安国安爹，要是没得你，我啷个可能有那么多通关积分呢？以后我老崔就是你的安全仆人。安国牛逼，安爹威武！别恶心我，你这个连后门都管不住的废物！对，我是废物，我安爹在那里，哪个不是废物啊？嘿嘿嘿。好大的海报！不，那是一张报纸。报纸怪谈。废！第一关因为崔大师的缘故，这一关我们所有驱邪师联合在了一起，你别想再混到1分通关积分。好，是吗？崔大师，我们都是阳城的驱邪师，就算你要护着这小子通关，但我们所有驱邪师加起来，实力断然不在你之下。没错，你吃肉，我们连口汤也喝不到，尤其让一个觉醒都没有的废物蹭你积分，我们万万不能答应。崔大师，我再次对你发出最诚挚的邀请，邀请你加入我的联盟，到时候通关的积分，您可以享受最多的那一份。不过我有个条件，就是你解除与这个废物的组队绑定。老崔，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小丫头，老头子我耳朵不太好，没听得太清，你凑近点说。女娃子，你把刚才的话大声点再讲一下。崔大师，您作为在场的所有最强驱邪师，我沈清瑶诚挚对您再度发出邀请，让你享受最高的积分。老家伙，你敢在！老夫我行走江湖，讲的是一个信字。安爹一日为爹，终身为爹。你竟敢挑拨我跟安爹的感情，你有几个胆子？青瑶姐，智怒！这老家伙可能是一个人灭了 S 级怪谈的怪物。哎呀！废物安然，你竟然把崔大师灌迷魂汤到这种程度！但
这一次，我们所有驱邪师联合在了一起，就算是崔大师也无法帮助到你。我看这一次你怎么活下去。我刚才的表现如何？很好，我很满意。不过他们那次联合起来，我们能赢过他们吗？一群乌合之众，在我面前，没有任何驱邪师可以谈得上对手二字，包括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而且，检测到进化所需食物时，谁说这里只有一个怪谈生物？不对劲儿，各位，既然我们已经踏入了怪谈的范围，为什么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我好像知道了。我听说隔壁华城曾经有过一个报纸怪谈，无论你做出来任何举动，报纸上都会出现相应的新闻报道，但新闻报道的结局都是主角暴毙而亡。没错，我记得这个怪谈，它的规则乃是 S 级，无论你做什么行为都无法逃脱，除非……找到一个照相机，将自己的身影定格在照片中，就可以免受怪谈的规则影响。好呀，这就是我们联盟的作用，大家的信息集合起来，就可以轻易通关。谢小姐，我找到照相机了。大家分头行事，找到更多的照相机。安国，他们好像找到了破解怪谈的规律。没事儿，让他们折腾。检测到食物信息，想不到这次的怪谈竟然比之前要聪明了很多，竟然会冒充驱邪师来引导怪谈的出现。安国，他们每个人能找到一个照相机，这么确定不切吗？老崔，你有没有见过怪谈冒充人类团伙做事的？你是说对面的驱邪师里面混进了 S 级怪谈，而且那3个人都是？S 级怪谈团伙，而且还具有了高等智慧，两系 PA。有趣，这次的怪谈好像更加好吃，而且够一次性进化。耶！废物！我们已经将周围所有的相机都拿到了手上，这次就算是有崔大师的 S 级强者，也无法保全你的安全。哼，安然，狗屎运只是一时的，等一会儿怪谈出现后，你终究会明白一点：废物永远只是废物。没有觉醒驱邪师，你迟早沦为怪谈的食粮。崔大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一共扇了我们秦瑶姐2个耳光，我就大发慈悲一下，只要你自断2条双臂，我可以将我手上多余的相机送你。这就是你跟这个废物安然组队的下场。那个苍蝇在我耳朵旁嗡个不停哦。安国，你有看到苍蝇没？不仅看到了，还看到了3只。安然，死到临头，你竟然还嘴硬！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报童怪谈。今天的头号新闻是状元娶妻。不对劲儿！怎么会这样？1、2、3，一共4个 S 级怪谈。我操！在场里所有驱邪师加起来都打不过喽！太好了，这次能吃饱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拍了照片，怎么还被进入了怪谈？糟糕，我感觉身上好冰冷，好像被怪谈锁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按照破解方法拍的照片吗？刚才的那3个驱邪师呢？他们怎么消失了？刚才3个提供攻略的驱邪师消失了。蠢货，还没反应过来吗？你们被怪谈误导中计喽！除了吞噬怪谈，安国竟然能提前看穿怪谈冒充驱邪师的伎俩，他到底还有好多手段。中计了，这次怪谈竟然有10个 S 级怪谈。谢瑶姐，你快想想办法呀！我不想死啊！别慌，我们所有驱邪师联合在了一起，一定可以对付他们。都怪你，让我们大家捆绑在了一起。要是你，我们怎么会统一行动？这可是10个 S 级怪谈，就算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打不过呀！烧掉，对，烧掉手中的照片，快！烧
这张照片是 S 级怪谈道具，我们只是 A 级驱邪师。你看老子干啥子嘛？还有这个废物安然，你们俩刚才都没有拍照，你们一定是提前知道了，对不对？没错，没错。崔大师，一定是你告诉他的，对不对？你忘了吗？你是驱邪师，我们才是一个阵营的。他只是一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废物，你竟然帮这样的一个废物，都不愿意帮我们吗？你的瓜娃子，不要诬陷老夫！以我的能力，怎么可能知道那种级别的怪谈嘛？以你的能力，当然能提前知道。你可是以一人之力就消灭 S 级怪谈的怪物级驱邪师。你可真看得起我！我只是个 A 级驱邪师，你脑壳坏掉了吗？难道你想说是这个废物消灭的怪谈吗？开什么玩笑！他只是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废物。有时候真相就在你的嘴边，你好像智商上线了。大师，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快救救我！用你的 S 级能力帮我烧掉照片。说了老子是 A 级就是 A 级嘛，你们啷个不信呢？要不然你们求求安国。求他？求一个没有觉醒的废物？好，崔大师，既然你不帮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大家不要藏拙，一起攻击海报上的照片。安国，你真不打算帮他们？乱世先杀圣母。1个星期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死过一回，你觉得我还会上第2次当吗？而且，刚才他们有求我出手了吗？我好像没有哦。食物距离宿主还有5分钟抵达。看来这个报纸怪谈存在另一个维度的空间。若是我现在出手，只会吓跑他们。沈清瑶，你们可要挺住这5分钟啊，要不然我一会儿吃什么劲啊！有效果了，变了！我就说，我们所有人加起来，就算是10个 S 级怪谈也无法阻挡。哦，哈哈哈！果然听青瑶姐的没有错。青瑶姐威武，刚才危急关头，全凭青瑶姐灵机一动，我们才能活下来。知道如此，刚才就不向那个姓崔的老东西求救。我刚才好像听到他竟然让我们向那个废王然请求援助，哈哈哈！蠢货！攻击没有起到作用。怎么可能？检测到食物们抵达还有3分钟。我明白了，这张报纸的主题名叫“状元接亲”，它需要不断吞噬自拍照片，来不断接近这个维度空间。它的规则根本不是报纸上的报道，而是通过拍照不断靠近的怪谈。不早，难怪刚才有3名怪谈冒充驱邪师骗那把人刺破。等下，安国，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会不断的靠近我们？对，4个 S 级怪谈同时降临吗？哎呦，你很聪明。fuck！你怎么了4个，那可是4个 S 级怪谈。安国，你晓得那代表着什么意味吗？曾经有5名 S 级驱魔师小队被4个 S 级怪谈当场碾压秒杀。哦，这么强？要不我们逃吧，反正我们没有破绽。好，我好不容易可以吃顿大餐，为什么要逃啊？吃大餐？会长，阳城考核有了最新显示，快说！近100名阳城驱邪师在刚才短短的2分钟内折损了近30名。我们负责监控的工作人员探测到，考核第2关竟然出现了10名 S 级怪谈，他们正在以某种奇怪的频率进入考核怪谈中。10名 S 级怪谈，这怎么可能？这只是一个 S 级考核，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糟糕！这次参加考核的阳城驱邪师最高等级不过 A 级，以他们的实力，就算全部加起来，在10名 S 级怪谈面前，也只是开胃小菜。怎么办？怪谈一旦开启，强行终止只会让里面所有人都死在里面，而只有达到第3关最终关卡，才会进行全球所有城市的考核者大集合。难道说我们阳城要全军覆没吗？这可是我们阳城最宝贵的 A 级驱邪师力量啊！ 3分钟，
好漫长啊！这张报纸上的照片队伍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难道说，它的规律是通过不断推示自拍照来靠近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最终会来到我们的面前，这不是一个死局吗？怎么从没听说驱邪师考核有这么变态啊？早知道说什么我都不来了，我不想死。10个 S 级怪谈，除非是驱邪师协会的 S 级驱邪师大办出动，以我们的能力，那不是螳螂挡壁吗？为什么会这样子？都怪你！要不是你让我抢走了魂玉，我就不会成为驱邪师，也不会死在这里。真是不断刷新我对剑人的认知啊！别以为你找到崔大师这样的 S 级驱邪师就可以活过这一关，这可是10个 S 级怪谈，等到一会儿，你、我、他都得死。安然，到头来你只是一个废物。你以为靠着他就能通过考核，成为凌驾于我之上的人吗？安然，告诉你，你的梦碎了，你活不过这一关。哼，3分钟时间到了。老崔，该动手了。老崔，该动手了。大哥，你吩咐。你有没有拍过结婚照？大哥，那玩意从哪来的啊？晦气，快丢掉！来，笑一个。你们要干什么？这些人类简直愚蠢至极，骗他们拍照，一个不落，没脑子的蠢货们！等我降临到你们的世界，我就将你们全部吃掉！我来了，外面那帮蠢货！我操！我真的成了新娘了，我那个动不了啊！难过，我害怕。夫人，放心，我会把你放在最后再吃。吃的没有。夫人，你的手好滑呀！老了，我竟然晚节不保。夫人，让我来看看你的绝世容颜。哟，新郎官，你猜猜我的盖头下面是人还是鬼？怎么回事？一个人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恐怖？快点呀，新郎官！难道你不想看看盖头下面我长什么样子？不想。不，你想。我不想。看，快点看！你来接盖头。那你来。他们都跑了，只能你来了，新郎官。去你的吧！我回来了。崔大师竟然安然无恙的从10个怪谈的手中回来了。老崔，看镜头。吓死宝宝了！来了，老弟。快跑！安国，他又推我。什么情况？崔大师难道能一个人震撼10个 S 级怪谈？他的实力难道比驱邪师协会半数 S 级驱邪师加起来还要强？快看，怪谈竟然比刚才离得更远了，这怎么可能？想跑？老崔，看镜头。和我比快是吧？我是不是看错了？崔大师是在逼那10个 S 级怪谈降临，而那10个 S 级怪谈想逃跑？怎么可能？崔大师怎么可能这么强？青瑶姐，我怎么感觉崔大师比怪谈还要恐怖？
老崔到底要干什么？老崔到底要干什么？S 级怪谈了不起呀！老子的手冷吗？检测到食物信息，推试完成。食物信息检测到食物信息，检测到食物信息，推试完成。推试完成。怎么回事啊？刚才我明明看到那10只 S 级怪谈一同降临了，怎么一瞬间就要消失了呢 ？S 级怪谈了不起啊，老子的手滑吗？难道说崔大师只用了一瞬间就秒杀了10只 S 级怪谈？这个老家伙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大哥，我感觉到我刚才好像突破了 S 级驱邪师，那可是 S 级驱邪师哎！是吗？恭喜！这全都是安国的功劳，我啥子都没做，甚至不是安国在场，恐怕那次考核我都得挂在那。那辈子如果有人敢对安国不敬，我老崔第一个砍死他！安然，没想到你一个没有觉醒的废物，竟然找到了这样实力恐怖的大佬。安然，你别高兴得太早，马上就要进入第3关，你根本想不到我的王牌有多么可怕。我早已在其他城市花重金请了10几名 S 级驱邪师强者，一起在第3关组区区一个崔大师，我根本不在乎。诸位，还剩最后一关，我们就可以活着离开这次考核。我听说第3关是一个大型地图，除了我们羊城，还会有其他城市的驱邪师小队出现，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 S 级的驱邪师小队，大家会安全一些。我现在已经不求混到积分，只求活着离开这里。不过，在进入第3关之前，你们想干什么？一帮 A 级的乌合之众，你们真以为我沈清瑶看得上你们吗？一群白痴！青瑶姐早就重金请了10几名其他城市的 S 级驱邪师，白面虎、灵虎听过没？洞行仙王大师听过没？这些可都是驱邪师协会鼎鼎有名的 S 级驱邪师。沈清瑶竟然布了这么大的局，他是怎么做到的？10几名 S 级驱邪师，而且都来自不同城市，这招后手好厉害！站住！有事？别以为找到一个崔大师，你就真的可以通关，你的好运气到头了。拭目以待。我们伪装成人类驱邪师的怪谈考核悄然降临这个世纪，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人类小子好像刚才在看我们？除了不存在于世间的邪神大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凌驾于我的能力之上。记住，他们的第3场考核便是我降临的时间。会长大人，不好了！难道说我们羊城的所有驱邪师全部死了？不是，刚才检测到考核中消失了所有驱邪师灵能感应，全部活了下来。不可能，那可是10只 S 级怪谈，他们中最强的驱邪师也不过 A 级，就算集合所有人的力量，也绝对不会生存下来。难道说是有人突破 S 级，带着大家通关？监测显示，确实有一名驱邪师突破了 S 级。谁？是驱邪师老崔。果然是他。不过按照反馈回来的积分显示，第1名积分拥有者并非老崔啊，还有其他人突破 S 级，不是那名没有觉醒的普通人安然。啊？什么？怎么可能？不对劲，不对劲！即便老崔突破到了 S 级驱邪师，但同时面对10名 S 级怪谈，也无暇顾及照顾身为普通人的安然。这次的怪谈考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会长，有人不顾阻拦，强行。方会长，这次驱邪大会的考核发生了些许变化。听说你们羊城的第2关竟然同时出现了10名 S 级怪谈。我还听说你们羊城的考核者最高不过 A 级，恐怕全部折损了吧？方会长，你也别太难过，
毕竟你们阳城不像我们，觉醒了多名 S 级驱邪师。就算我们有 S 级的考核者，也同样在2关折损了不少啊！方会长别难过，只是可惜，考核结束后，全球财团们的财力支持会落在我们几个城市上的。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果然没安好心。恐怕让诸位失望了。我们阳城在第2关全员通关，并无一人折损。什么？安国，那个沈清瑶听起来不像作假。那次驱邪考核，我听说阳城最弱，其余10几个城市都有数名 S 级驱邪师新秀参加。你不也是吗？那不一样，我只是刚进化到 S 级，而且那个小丫头竟然可以连活10几名 S 级驱邪师，那样的队伍可以轻易秒杀任何 S 级的怪谈，就算是遇到 SS 级也有一战之力。SS 级也可以战吗？系统，我是什么等级？当前生命形态陈年邪神，当前邪神等级可随意吞噬任何2S 级怪谈，检测到宿主进化可抽取新的能力，是否抽取？抽取。邪神机，远古邪神的意志早已融合到了宿主的所有细胞之中，只要有任何细胞不死，宿主便可无限复活。提示：距离下次进化，需吞噬50次 S 级怪谈及1次2S 级怪谈。无限复活，这不就是毒液吗？而且我现在可是成年邪神，可以压任何 SSS 级的存在。就算是沈清瑶有10几名 S 级驱邪师，对我而言动如蝼蚁一般。检测到2S 级实物信息。SS 级怪谈 ，S 级的怪谈考核中竟然还有 SS 级怪谈。那就是最终考核场所们，火星大酒店。青瑶姐，你个废物来了！安然，走到这里，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好运了。这里可是最难的终极考核，这一关的通关积分远超前面2关，我将会在这里积分反超，顺利进阶到 S 级最强。S 级，好大的志向啊！那帮蠢货，安国可是轻而易举能同时吞噬4个 S 级怪谈的恐怖存在，而且我刚才感觉到安国好像变得更加可怕了。青瑶，这就是你提到过的废物舔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亲爱的，你来啦！他跟我们阳城 S 级驱邪师崔大师组队，我们阳城那边前2关的积分我一丁点都没捞到。亲爱的，你可要在第3关帮我呀！崔大师，我未婚夫的小队可是有15名 S 级驱邪师，就算你同样为 S 级，但你这次以为还可以帮得到他们？麻烦你在吹嘘的时候严谨一点。是一共剿灭11个 S 级怪谈。谁说我需要人帮了？小子，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原来只是一个靠着 S 级躺赢过来的呀！你只是一个连觉醒都没有的废物。第3关的积分，我家秦瑶预定了。哼，难怪你说在第3关组队了10几名 S 级驱邪师，原来是勾搭上了这么一个自大的货，这就是你的底牌？废物！杨哥可是这一届觉醒的 S 级驱邪师中的最强天才，哪是你这种讨厌狗能相提并论呢？而且这次考核结束，青瑶姐和杨哥就要结婚，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驱邪师夫妇，到时候被全球财团赞助，前途不可限量。青瑶，你看，这就是我家祖传的魂玉，我会在1周后的驱邪师大会上崭露头角，只要你愿意嫁给我。原来如此。认识安国以来，我还从没有见过安国如此生气，好可怕哦！安国身上的气息竟然比那些 S 级怪谈更加可怕。别天真了，这可是怪谈末世，实力才是一切。不妨告诉你吧，就连沈金瑶骗你魂玉的计划都是我出的。有了我家亲爱的和他的10几名 S 级驱邪师朋友，这第3关的 S 级怪谈考核，就算出现10多个 S 级怪谈，我沈清瑶都会拿到最多的积分，万众瞩目。好啊，那我们就看看最终的结果花落谁家。检测到2S级食物。可心，这不就是说这家酒店会吃掉我们的心？不要怕，就算里面出现多少 S 级怪谈，我们可是有15名 S 级驱邪师，这一关可以轻松拿下。婚宴马上开始了，诸位驱邪师朋友，
还不赶紧进来入席？进，第3关有我的小队在，不会出现任何意外。这是 S 级驱邪师赵阳，据说他可是这一届最强的 S 级，他的小队麾下小弟来自不同的城市，清一色的 S 级驱邪小队，好羡慕啊！岂不是可以在第3关轻松通关？安然，看到了，这就是你与我的差距。我拥有的是一整支 S 级驱邪小队，而你不过只有一个 S 级驱邪师作为靠山，你怎么跟我比？久等了各位。什么东西？真恶心！像很美味的样子。不好，这汤有古怪，怪谈难道在汤里？这种汤具有蛊惑作用，很有可能喝完会死。好美味，好想喝。静瑶，醒醒！汤，我要喝汤！七星咒。这第3关好邪门，这才刚刚开始就险些着了道。这个 S 级怪谈比之前的还要邪门，千万小心！妙极了！我从来没有喝过如此鲜美的汤。这汤里到底有什么？真好喝啊！仙人板板，那是啥子鬼汤哦？检测到 S 级食物信息。这汤里竟然有 S 级怪谈，怪在这些小虫子上。安然，我看你怎么抵挡这怪谈汤的蛊惑。愚蠢的人类！这个废物，找到了！当前进化进度51%。这么简单就可以进化，这汤好汤啊！哎，别急着走，伯伯，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碗？老崔，你这碗汤可以给我吗？可以。测试完成，当前进化进度51%。爽啊！这也太容易了。不对劲儿啊！这个人类喝了怎么会一点事儿都没有？他又喝了一碗。我明白了，他只是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对怪谈的抵挡远远弱于驱邪师。好，喝完这碗，他死的就更快。来，再给我一碗。还要？哦，再来一碗。不对呀，他怎么还没事儿？他的身上没有驱邪师的气息，他就是个普通的人类呀。慢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再来！不够，还不够！这个怪物的胃口一直这么好吗？不可能，他怎么会喝了怪谈汤，一点事儿都没有？当前进化进度51%。怎么了？你的汤没有了吗？要不你换个别的吃的，比如你其他 SS 级的怪谈小朋友。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不可能啊！这个汤就是怪谈，一个连觉醒都没有的废物，怎么会喝了和没事人一样？杨过，你要是切吃自助，商家得倒闭。我还没有吃饱，快，再给我拿点吃的出来！你们不是婚宴吗？你就是这么招待宾客的？我一点都没有了。我这是把怪谈喝死了。检测到2S级食物。SS 级，正好没吃饱，还是有点饿。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汤火可是 S 级怪谈，竟然被一个人类喝死了！这小子竟敢喝死我的汤火！既然这样，我就让你们看看2S级的恐怖。
杨哥，这个废物喝进去的怪痰虫子，竟然全部被消化了，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他只是个没有觉醒的废物。难道是他身边的老崔有什么神秘异能帮助他？这个老崔这么强，亲爱的，若是再不出手，积分又会被他夺走。明白，一会儿才是重头戏。以我们小队的实力，绝对不会再给他机会。不好了，婚礼发生意外，新娘跟男人殉情，要一起跳楼了，大家快来帮忙！来了，这一定才是真正的关卡，我们去看看。青瑶姐放心，这第3关既然集合了所有城市的驱邪师，一定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怪谈。这次的积分一定是你的。安哥，啷个办？我那个感觉不太对劲哦。区区人类驱邪师，就算你们里面有 S 级又如何？我可是2S 级怪谈，只要将你们全部献祭给主人，伟大的远古怪谈就会降临。他将是世界上唯一一位3S 级怪谈。那个新娘肯定就是最后的怪谈，没那个好搞定哦。老崔，一会儿要是新娘子漂亮的话，你有没有兴趣抢亲？啥子？这就是最后的 BOSS。亲爱的，这次你可一定要破解掉怪谈，帮我拿到最后的积分呢。放心，就算他是 S 级怪谈，我们有10几名 S 级驱邪师，他一个怪谈，等我搞明白他的怪谈规则，就可以轻松一点。杨哥，我先上去试试。我要是你们的话，就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过去。一个没有觉醒的废物，刚才是你仔细的。对，安然，你不过是想在最后靠着老崔抢夺积分。我们这边可是有10几名 S 级驱邪师，一个区区 S 级怪谈，轻松可以搞定。识相的话，滚远点，否则我不介意在这里杀人。一群小兔崽子，S级驱邪师小队有预货吗？驱邪师协会可是有明确规定，禁止对同类动手。你们敢杀人，老夫出去以后绝对向驱邪师协会举报你们。好啊，那我就连你一起杀了，老头！我劝你惜命。杀得了老头，我一个人，在场的数百名驱邪师，你敢都杀了吗？我可是 S 级最强驱邪师，以后也必将成为全球驱邪师协会的最强人选。今天我与这个废物有点小矛盾，诸位卖我个面子，装作看不见如何？安然，看到了没？这就是 S 级驱邪师小队的强大之处。你只是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你的命对于我们驱邪师来说跟蚂蚁一样。你们，老崔，他们急着通关，就让他们去吧。哼，废物就是废物，一群愚蠢的人类。S 级驱邪师又如何？我可是2S 级。各位大哥，今天是小女子大喜日子，但是我并不爱她，我所爱的另有其人。我们约好一起殉情，但是他迟迟不来。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反正我是个没人要的可怜女人，不如当着大家的面一死了之。杨哥，我明白了，这个怪谈的规则是阻止他求死啊！聪明，一定是这样。我先去试试，如果行得通，青瑶嫂子只需要完成阻止的最后一步，就可以轻松拿到积分了。那就多谢这位兄弟了，只要我拿到积分，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嘿嘿，客气。美女，天涯何处无芳草，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如和我培养培养感情。实在不行的话，我和你结婚也可以啊。我这样的女人还配拥有爱情吗？那是自然呀，我来爱你，我来给你爱情。真的吗，情郎？我可是 S 级驱邪师，就算你是 S 级怪谈，但只要我出其不意将你救下来，送到青瑶身边，她就可以拿到积分喽。既然你这么爱我，那你陪我殉情好吗？怎么可能？我可是 S 级驱邪师，他的力气怎么比我还大？起跳！怎么会这样？没人疼，没人爱，我这样的人配有爱情吗？他又来了。不过刚才那小子可是 S 级驱邪师哦，他的手上已经开始使用异能，竟然连反抗都反抗不了。那个怪谈比之前2关更加可怕呀！因为他根本就不是 S 级，而是 SS 级。啥子？你们中有没有好心人来好好谈论我一下？别慌，我们的怪谈考核只是个 S 级，这个怪谈就算再邪门，
我们这么多 S 级驱邪师，还怕一个 S 级的他？杨哥，怎么办？软的不行，来硬的！你们2个人上！妈的，恋爱脑是吧？老子把你变成渣，去下面谈恋爱吧。三角恋吗？我好感动，2个人同时爱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我是个没人爱的可怜人，我真的好可怜。2名 S 级驱邪师在他面前都毫无抵抗之力 ，SS 级怪谈好恐怖。安国，我们逃吧。检测到食物信息，食物等级3S 级。意外之喜，竟然还有意外之喜。看来真正的怪谈是在血月之后，只要这个新娘不断殉情，必然可以召唤出一个 SSS 级的怪谈。而我的进化将会在考核中完成最终环节。考核只是 S 级，也就是说，他只是个 S 级的怪谈。2名 S 级驱邪师竟然在他的手上都毫无抵挡，一定是我们哪里出错了。大家别慌。杨哥，这次通关积分一定要帮我拿到啊！你们怎么都在后退？你们难道想要抛下我一个人吗？那个渣男抛弃我，连你们都要抛弃我吗？大家一起使用异能，开一个区 S 级怪谈，有我们10几名 S 级驱邪师在，大家一起把他拉下来。收到。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和我一起殉情吧！这是 SS 级怪谈才有的强化能力，它根本不是 S 级怪谈，而是 SS 级怪谈。怎么可能？不是说好这只是个 S 级怪谈考核吗？为什么会出现 SS 级的怪谈？我要是你们的话，就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过去。一个没有觉醒的废物，刚才是你侥幸。安然，你不过是想在最后靠着老崔抢夺积分。我们这边可是有10几名 S 级驱邪师，一个区 S 级怪谈，轻松可以搞定。识相的话，滚远点，否则我不介意在这里杀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杨哥，快想想办法！我不想死，不想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方会长。这次我们化成可一共出动了5名 S 级驱邪师参加考核，算算时间，应该快结束了。那又如何？未来的几天，你们阳城只能被我们化成压制在下，承让了，方会长。问好了，会长。方会长，好的，跟我。要学会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会长大人，怪谈考核的结界发生破裂，根据我们的检测仪器显示，出现了一只2S 级的怪谈。啊？而且仪器显示，除了那只2S 级怪谈，还有一只3S 级怪谈正在通过壳内的结界降临。SSS 级？怎么可能？怪谈末世以来，还从未出现过 SSS 级怪谈。快，协会所有驱邪师立马进入结界。谢谢安国。我要殉情，你们所有人都得陪我殉情。杨哥，救我！快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啊！我也怕呀，这可是 SS 级怪谈，我才刚刚 S 级，我不要死啊！安国，天上那个月亮，那个看起来不对劲啊。因为在这里最大的怪谈根本就不是这个新娘，而是在月亮之后。啥子？那个 SS 级怪谈还不是 BOSS， 比他还恐怖。妙琪不是说是 SS 级怪谈超出考核范围，从现在开始，这里正式被驱邪师行使监管，所有考核者立刻撤离怪谈结界。如有违背，后自负。安国，协会的人来救我们喽！我们快跑吧！要是那个 SSS 级怪谈降临的话，那里将成为全球最恐怖的怪谈结界。别着急着走，安国，莫开玩笑喽！大家都在逃命，那种时候了你还在想屁事吗？你像是怪谈，
不该上多的事，到那种时候了，还有啥子比命更重要吗？距离3S 级食物出现还需要殉情10次。这么漂亮的新娘，你舍得走吗？队长，还剩下2名人员拒绝离开，是否需要强行带走？不用，像这种不知死活的蠢货，就由着他们。内部情报显示，一会儿这里可是要成为3S 级怪谈的结界，这2个人简直愚蠢至极。所有人员迅速撤离。是。可恶！怎么都跑了？还剩2个。不过，我才刚觉醒进化到 S 级，这里可是马上要变成 SSS 级怪谈，就算是会长们亲临，也不一定能打得过呀。要不要和我一起殉情？姑娘，你长得那么漂亮，老头子我来的匆忙，没有打扮。不如你等我回去打扮再来哦。不许走！说你爱我，会陪着我。大妹子，我今年算命，大师说我300年内不能进女色，否则呀会给对方带来霉运。骗子！你们男人都是骗子！这我哪个可能骗你呢？我只爱你一个人。我操！我被那个怪谈控制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去死，一起跳下去吧。当然可以。亲爱的，你真好。美女，我想插个队。你说什么？自从一见到你，我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你。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后我才后悔莫及，直到看到你，我才明白爱情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愿意对你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无期限。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我晓得你饿了，但是你连怪谈都爱，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纯爱战神吗？监测到3S 级食物降临，还需跳楼10次。亲爱的，你愿意只爱我一个人吗？我愿意。那你愿意陪我殉情吗？愿意，1次、2次、3次，哪怕10000次。这个蠢货，人的生命只有1次。不过你既然求死，我就满足你。你犟吧，俺犟吧。好啊，好啊。安国真死了！我操！新郎光啊，他和我的爱情实在太过短暂了，这次轮到咱们俩了。不要啊！邪神机能启动。老子日了狗了！人生第一次被女神追，竟然是个怪谈。叫吧，这里就咱们2个人，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天和请闭眼，老天爷快睁眼！天老爷，快救救我！我睁开眼了。亲爱的，来吧，陪我一起谈一段只有3秒钟的恋爱吧。我才死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去找别人？美女，你忘记我俩刚才许下的誓言了吗？你怎么没死？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怎么我才离开一会儿，你就要和别人谈恋爱呢？我问你，你怎么没死？怎么没死？不对，我刚才明明看到你死了，你肯定死了。我死了，还怎么陪你殉情啊？我可是说过，哪怕跳10000次，我都会陪着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好男人啊！安国，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嘞。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啥子话？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亲爱的，你愿意和我在一起用？安国又死了。你怎么又没死？我
就不信了。监测到3S 级食物即将降临，只需殉情怪谈完成，便可让3S 级食物出现。我明明跳了10次，怪谈竟然还没完成。我懂了，既然是殉情怪谈，那么就得我们俩一起殉情。哎，这次他怎么没跳？为什么我刚才看到他复活的瞬间，仿佛看到了邪神大人？等等，他是邪神，实力凌驾于主人生命形态之上的更强存在，以世间怪谈为食物的邪神，怎么可能？邪神大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明白了，他的目的就是让我过意陪我殉情，让主人降临。他是想要吞噬主人。跳起来啊，亲爱的！不，我不跳，我不跳了！我的个乖乖，安国竟然还能复活，而且他竟然在逼着怪谈遵循规则。难道说他不仅要吃掉那个怪谈，还要吃掉马上降临的 SSS 级怪谈？老崔，我用能力锁定了他，现在的他将会没有怪谈能力，你给我把他推下来！真的是邪神，真的是邪神！大哥，饶命啊！求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殉情了。我从现在开始奉心所爱，不，我只爱你一个人。只要你饶了我这次，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洗衣做饭。听起来很心动的样子，但是老夫还是未成年，没教好过。当前计划任务完成51%51%，可提升生命形态。恭喜宿主完成终极生命形态大邪神，解锁邪神终极能力邪神眷族。邪神眷族作为高维度的邪神生命体，可通过绑定让其他生命成为邪神附庸，并能提升一次眷族的级别。我的第一个眷族来了。安国 SSS 级怪谈要出来喽 ！SSS 级怪谈生物很稀有。稀有？那个听起来，你还要收集它们？没错。啥子？吾降临将是人类毁灭之日，我的仆从，你完成的很好。仆从呢？可能在我的肚子里。你杀了他？不可能，他的能力是我亲自赋予。你们人类的驱邪考核中，不可能会有人杀得了他。既然你不信，要不你也进我肚子去问问他？有趣，人类还是一如既往的自大。不过既然你有本事杀掉我的仆从，你有资格代替他成为我新的仆从。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让我来给你个建议：第一，马上死；第二，等会儿死。愚昧凡人，不敬本尊，当入怪谈地狱！哎呀，我的妈呀！哎呀，那是真的要完喽！我操！怎么可能？一个区区凡人怎么会这么强？这么大的块头，力气这么小。算了，你们人类有句话叫上天有好生之德，你们两个快走吧。啥子？那可是 SSS 级怪谈，能够赐予怪谈生物能力，几乎生命一般的存在。他那话是怂了。你不走？不走。不走，我走。想跑？邪神大人。回来！邪神大人，我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连一只蚂蚁都没杀过。大人要杀我，总得有个理由吧？谁叫你见到我不跪下？那还是 SSS 级怪谈吗？
我已跪下，邪神大人饶我一命。让你跪下就跪下，你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啊？安国胃口恁个好，连 SSS 级怪谈也吃了。检测到宿主绑定了第1名邪神眷族，可对眷族进行一次进化提升。请问是否开启进化任务？开启。进化任务，请在1小时之内带领虚空王座吞噬1万名怪谈。1万个怪谈，还是1个小时？我操！安国，你实在是太猛了 ！SSS 级怪谈也能秒杀。羡慕吗？何止羡慕哟！我对安国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那么我也让你变这么猛，如何？妈耶，他那个害货的在呀！老崔，帮我个忙。啥子忙？帮我吸引1万个怪谈进来。老崔身上拥有吸引怪谈的特殊体质，对于那些怪谈们来说，它就是最好的食物，正好可以利用起来。虚空，使用你的赐福能力，将眼前人类的体质提升至 SS 级。是，主人。我又进化了，而且还是 SS 级。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好想吃！这个味道比任何人类都要迷人。不好，我活进来的怪谈怎么突然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怎么会这样？那么多数量的怪谈汇集在一起，难道要毁灭人类吗？将军查到了，城市的上方出现了一道裂缝。根据我们监测到的能量波动，里面好像有3S 级的怪谈能量。3S 级的怪谈裂缝。我闻到了人类的香味儿，它在哪儿？在哪儿？马乃片，安国救我！救我！原来是你，叫吧，叫破喉咙都没有人理你的。啊！SSS 级的怪谈。眷族进化任务进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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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族进化任务进度+1。人生啊，真是寂寞如雪。眷族进化任务完成，成功吞噬1万名怪谈。终于完成了。快！安国，我终于见到你了！里面好可怕，死了好多怪谈，我不要变强了，不要变强了！开启眷族进化。啊，好舒服！这是来自于主人的恩赐。恭喜宿主！眷族虚空王座由怪谈生物进阶到神明级生物，激活神技处决。处决神明级生物作为比怪谈高1级的生物，虚空王座可处决任何3S 级怪谈。规则之上变为虚无，请抽取虚空王座新的形象。抽取。好可爱的皮球怪谈了。老崔，你没认出来他吗？刚才你们可是单独相处了1个小时呢。你说啥子？那万一是刚才那个 SSS 级怪谈？是时候回去了。通关这么久，该去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报告会长，这次参加驱邪考核的驱邪师们已经营救带回，但是什么？有2人拒绝回归，执意留在了考核现场。3S 级怪谈降临，怎么还有蠢货胆敢留在那里？是什么人 ？S 级驱邪师老崔，还有1名是个连驱邪师都没有觉醒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安然。安然？怎么又是他？是啊，就是他。
当然，在前关靠着 S 级的崔大师拿到了不少积分，就飘飘然以为面对3S 级怪谈也可以安然无恙。别说是3S 级怪谈，就算是那个2S 级的怪谈新娘，你们当时感受到那种恐惧了吗？那个安然连驱魔师都没有觉醒，这下肯定死在里面了。这个安然实在太蠢了。SSS 级怪谈一旦降临，他在里面活不过3秒钟。这次考核，我加入了杨哥的 S 级驱邪师小队。队员将积分共享给了我，我将以第1名成为所有驱邪协会的座上宾，被全球各大财团所追捧。而你安然就在九泉之下，看着我用你的魂玉一步一步走上人生巅峰吧。哟，方会长，想不到你们阳城还有这样的勇士，连驱邪师都没觉醒，就妄图迎战 SSS 级怪谈，这样的人才，幸亏没有出现在我们华城，可惜了。阳城考核中唯一的一名 S 级驱邪师老崔也死在了里面，以后阳城数年之内将成为所有城市中最弱的阵营。你们别太过分了，都是人类同胞，你们竟然落井下石！落井下石，他们自己寻死，又能怪得了谁？方会长，别等了，他们回不来了。这次考核虽然发生了点意外，被迫终止，但还是应该公布各区小队的积分和排名。哼，现在公布小队排名。此次驱邪考核100分为及格线，不足100分的小队不列入公布名单。第10名，江城 S 级驱邪师王海带领的小队，积分500分。第1名，华城 S 级驱邪师赵阳带领的小队，积分5000分。队长，刚才的前10名，怎么连一个阳城的小队都没有啊？难道你们在针对阳城？报告商青龙，阳城这边的考核前2关积分被一名由安然带领的小队拿走所有积分，但他们现在没有回归。阳城所有的驱邪师积分为0。听了没，方会长，你们阳城的驱邪师小队积分为0啊！幸亏我跟着杨哥加入了华城的驱邪师小队。杨哥，我们可是第1名的小队，跟着你实在是我最明智的选择。这是什么？安然，你怎么还活着？他们怎么从3S 级怪谈考核中逃了出来？这怎么可能？这就是那个安然，他怎么活着回来的？方会长，我们阳城的积分是不是也该公布喽？是。什么？我们阳城的驱邪小队回归，积分难道就不作数了吗？还是说你们想当着这么多驱邪师的面暗箱操作？你，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阳城驱邪师小队队长安然，队员老崔，小队考核积分5000万！5000万啊？怎么可能5000万？整个考核都不可能有这么多积分。这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沙光里面的怪谈生物，也顶多1万积分，怎么可能达到5000万呢？你们作弊了！没错，考核最后一关出现的可是2S 级怪谈，而且还有一只3S 级怪谈马上降临，你们怎么可能活着回来？你们看不起哪个哟？双 S 级驱邪师，我明白了。老崔，想不到你竟然是双 S 级驱邪师，那么击杀一只双 S 级怪谈就合理了。想不到啊，我们阳城竟然出现了一名双 S 级驱邪师。怎么可能？那个老崔怎么是 SS 级驱邪师？该死的！那个安然走了什么狗屎运？他的队友竟然是 SS 级驱邪师，凭什么？怎么回事啊？对啊，竟然阳城出了一名2S 级驱邪师，以后阳城岂不是成为驱邪师最强大的阵营？好羡慕啊！难怪他们能够活着回来，原来是那个队伍中出现了一名2S 级的驱邪师。听说他们队伍里还有一个连觉醒都没有的普通人，那个小子也太走运了吧！阳城！驱邪师可是全球最高贵的职业，果然是 A 级魂玉，恭喜秦小姐！你就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一步步走向这个怪谈世界的巅峰。我不服，凭
凭什么这个怪物连驱邪师都没觉醒，却可以靠着躺赢成为第1名？不公平，这不公平！对，这不公平！怎么，驱邪师考核哪条规定写着不能躺赢啊？还是说沈大小姐作威作福惯了，只允许自己万人之上？你说什么？沈大小姐脑子不好使，耳朵也聋了吗？这可是怪谈世界，无论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够驱除怪谈，为人类阵营战斗，便是驱邪考核最终的目的。难道说沈小姐并不关心考核是为了什么，而只是想单纯的争名夺利？商会长，我要对他们提出异议。说，驱邪考核条例中有明确规定，为了公平，若是有其他小队对最终结果不满意，可以提出决斗申请，若是对方拒绝，则自动放弃排名。好像是有这么一条规定。所以，我们整个小队要对安然小队提出异议决斗。竟然还有这种事儿吗？朝阳，异议决斗可是生死决斗，无论任何人死亡都不负任何责任。你确定要挑战吗？我确定。我赵阳要挑战安然小队队长安然。安然，你可以拒绝，你只是个没有觉醒的废物。我建议你啊，还是小命要紧，放弃积分排名，乖乖滚回去做你的废物吧。沈清瑶，你毕竟曾经属于阳城，不要太过分了。那群跛皮！哼，安然，怕了就直说，当着这么多驱邪师的面，我们不会欺负你。谁按规定在这儿呢？会长，既然是异议决斗，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更公平呢？你想做什么？既然他们小队所有人都不服，那么为了公平起见，不如让他们所有人一起上，免得一会儿又有人提出异议，一个一个来很烦呢。什么？我有没有听错？一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要挑战一整支 S 级驱邪师小队，他是不是疯了？安然，你在胡说什么？有趣，实在有趣。方会长，你们阳城虽然整体实力不行，但是这个武器，我还是非常佩服。既然你们的人都提出要求，你应该不会拒绝。安然，你一个人和我们整支小队决斗，你该不会以为我们会放水吧？不放水更好。老崔，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队员送死吗？会长，我可做不了安国的主。好，既然如此，异议决斗通过。安然，既然你一心求死，我就让你看看死字是怎么写的。安然，没有 SS 级驱邪师罩着你，你还敢挑战我们小队所有人？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生命代价。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沈清瑶的后果，不是你个废物能够承担的。不回阵。在这个异能阵法下，任何人遭受到的攻击和痛苦都会放大100倍。他们不光想杀了安然，还想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安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惨，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那便试试了。这就是 S 级驱邪小队的威压吗？这个安然必死无疑了。安然，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手段，你拿出来一个皮球是想笑死我们吧？5秒钟之内你们死，找死！5。怎么可能？这小家庭的皮球，竟然能够跟一整支 S 级驱邪队平分秋色，这是什么东西？难怪这帮人敢一个人挑战他们，可恶！这样的好东西起码是 SS 级道具，给一个普通人实在浪费，真是该死的家伙！4，这个皮球只是个道具，我们绕开皮球，直接斩杀那个废物！这个邪门的东西，它会自己飞，它把攻击都挡住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3。
我们可是 S 级驱邪师，拿出真正的本事！你去死！那个安然拿出来的皮球，竟然逼得一支 S 级驱邪小队使出了看家的力。这样的战斗，我几乎从未见过。他把我们的灵魂全部吞进去了，到底是什么东西？一， SS 级，这个道具绝对是 SS 级。这个小子竟然连手都没有出，丢出一个皮球就直接斩杀了一整支 S 级驱邪小队。安然赢了？我刚看到了什么？一场用皮球斩杀 S 级的战斗。这个安然竟有这样的道具！结束了，是用5秒钟，竟然真的只用了5秒钟就解决了战斗。终于结束了，一决斗结束，胜者安然。张会长，真是可惜呀！你们化成驱邪师协会最具潜力的小队全军覆没。从此以后，你们化成的驱邪阵容可能是要元气大伤喽。其他诸位会长，不知道你们几个城市还有没有驱邪小队要对安然提出异议？好啊，安然，你虽然只是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但你拥有这样神奇的道具，足以斩杀任何双 S 级怪谈。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阳城驱邪师协会，和我们一起为人类而战？当然，为了表示诚意，阳城驱邪师协会背后的100家顶级财团会为你提供一切资源帮助，包括世界上最顶级的魂玉，帮助你觉醒成为驱邪师。好啊，既然如此，本次驱邪考核最终成绩开始宣布。获得本次驱邪考核的第1名为安然小队，而个人积分第1名的人员为安然。这个人类的世界中竟然出了一名邪神，虚空王座那个废物竟然第1天就被剿灭，有趣，实在有趣。